鲸鱼的头骨真的存在，这让我们对于过去头骨的所有假设都成真了，同时肩胛骨也完整的保留下来。那么，这副巨大骨骸的主人究竟在死后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使得它保存得如此完整？所以今天要起这一根嘛，对不对？可以的话，理想状态这一根是可以起。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另外一侧挖掉，然后掏空。今天最理想就是那一根大的，跟这个肩胛，再那一块小的抽出来。然后头骨继续探到能探的地方都可以。是，大概工作量是这样。今天的任务需要把头骨上方以及肩胛骨前方的沉积物清除，但因为经常出现骨骼的碎片，所以我们还需谨慎地一铲一铲向下发掘，并尝试以挖土台的方式准备提取出肩胛骨。小荣有没有觉得很像在捞那个金鱼汤？现在是要掏空，是要带土的，要做土台的掏空，要做土台的掏空，所以要。还有目前挖到，看起来那个土质都很泥，单纯。它下面就是抵押那个有一个另外一根骨头，不知道是什么骨头。哦，这里有一个骨头，这里有一片骨头，这里有一个骨头，这里也有骨头。就是它头被压爆之后，里面的那些。这个不肯定，因为它这边很薄，是这边很厚。自己一个有办法把它搬到这里再搬上来吗？好，来。不是这个先，好，来，这样去拍，先帮我去拍个照。什么意思？爸爸？现在几点？10点15分。最重要的最麻烦的那个出来了。好，除了这个以外，这边很薄，这边很厚。那骨头与骨头之间就是纯净的灰色的那个泥眼，对不对？那个蛮肯定没东西。对。就把它掏空就好了。对，比我想象中复杂。对，很黏啊，很多，连得很密。这个棘突也太大了吧？就是插到骨头的下面那边。刚刚那个已经，对，刚刚那个已经这个就变形了，你看。对，它这边就折断。就化石化可能脱水、地层起压。它这个太长了，这个东西会很糜烂，又薄又长。对，去拿文章，在这里。起来了吗？哪一面是上面的？土我都没扒，上面的土我都没拿。然后哪一面是上面？你勾的这面上面。好，小王会处理好。我过去看你处理一件。你说那个碎骨头是这个叫有很可能这个肩胛的碎片，对，有很可能非常。你先探一下啊，如果确定的话就直接上胶。已经这边没东西了哦，这个其实我直接上胶。那可能就独立的碎骨，可能头颅里面的这些碎骨也有可能。对啊，好，什么可能都有。那你先上胶吧，胶在颈刃的左手边那边。这也不像那个头，不知道是什么。头颅里面的，不知道什么，就只能清修之后这些结构。对，这个要取出来。小块可以。好，那么高。OK。做完你都脑充血。谁的就交给你处理了。这个是上面。对。好。谁都可以。开始。哇，你可以掏空了，你可以那个镂空了。知道。那我要把它整个清出来，等上完3秒胶之后我再开始掏，因为它这边太薄了，一开始掏空它就会裂。没有缝，没有缝。对，这边已经裂了。等一下，这个断了一点点，我把它哪一边是上面？你先跟他讲，这边上面好。还有吗？碎骨，一点点而已。那这个要压回去。这是表土还是碎骨啊？有一点点而已，很一点点。你看得出来吗？有。这么一点点。你刚刚那个断面，我刚刚你看的断面在哪里？这边。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吧？试着不是丢进去好了，算了，丢进去洗包。你就把它直接压回去粘着。好，你拿过去，我教你。所以就 Jerry 现在那根拔掉之后，反而就很好处理了，这边就变很单纯。
也没有很好处理，最怕的是它跟那个棘突的问题。对，因为所以说棘突的上面那根骨头要先取了之后，就是但我很怕它一起跟那个一起拔出来，所以我要非常小心的处理。在大家接连努力之下，肩胛骨与下颌之间的大量骨骼碎片已经清理干净。然而深挖这边的沉积物时，我们又有新的发现。所以看来这个颈椎保存的非常完整哦，这个颈椎，算非常完整，快掏完了。对啊，然后很明显有神经棘，半小时内哦，然后形态里面棘没有啊，棘没有棘，神经棘哦，棘突没有，可能折断光。对，我记得边，对，一起打包带走。我等下可以去帮你回去啊。不要这么，大概在这边。好，我记得。够。整个抱起来是安全的。我从这边戳过去一下，等我一下。是先。我让他松了，他整个起来，没有，有了。等一下我撑，这里我来。好像有了。没有，就以这个方向，直接2只手抱起来就好。喂，来，等下，邱总，先拍个漂亮的照片，够厚回3条船。先拍个漂亮的照片。对，有练过了。对啊。其实我怎么觉得，我们直接老肖直接抬过来，走过去就好了。老肖可以抬。老肖你抬这里，你直接手抬这里。没有，我这边。好，也可以。3，等一下。哎，底下有。就是你那个是标图，就是你拍照。有拍。够了。来，有拍了。老肖我在这里。我在背后。我能过来吗？哇，我超这里。他们这是烂下轮的，好，这没有 ，OK， 我拿着了，好，这个就不没有，这是真的，真的，它这是标准，它这边有一个，大概那个型，这底下还有骨头吗？有，这不是骨头，对，烂的乱七八糟，现在理清，对不对？用竹针或者说那钢针慢慢铺。土不要下去就好。觉得那种土块下去的话，就先捡起来往后丢，以免你说坠骨很多。就轻松土，中土先清完再开始涂没关系。太水你就放慢。一莫，我们刚刚取了那个颈椎啊，图案取了，对，还没包在那边。看这。这壮观的啦！这个3米外呢，终于出关啊！什么出关啊？我无丢，阮岛的人得了，我甲这样出关啊！啊，你嘛天选之人啊！我天选之人，嘿，一支啥？3米。下2。这个是迄个下巴还是上面？下巴。一盖上巴，左下巴，马桶。哦，这有分左边跟右边的下巴。下颌骨是一对，然后中间这里是连起来，人是这里愈合上面。没有看到迹象哈，这个嘞，肋骨哈，没烫，低压嘛都精彩，在肩胛。对啊，昨天你转给我的时候，它这个不是应该，那是壁垒吗？那是一个坑哦，破伊哈，那是本来的破伊啊，安尼哦，你规个破伊啊，破啊，不过伊破伊，照你讲嘛，还有，伊遐尼高呢，也破不破。肩胛比较薄啊，不，迄全部是肩胛，那个是土台了。哦，对，因为它太薄了，太薄了。规个卡起。啊，脊椎还有吗？后壁搁最济。哇！嘿，后壁迄规片拢是呢。嘿。你有看阮遐啊，规个清出来。嘿。迄下底拢是脊椎。哦，是。那真的很大，我做的都还是同一块。这是头颧骨，上颚再来就是眉骨了，再来就是。过去就是你看，简单你看那边墙敲下去有没有后脑勺？那边还是凸，但是这个构造这种弯曲度，这个立面就是颧骨，左颧骨。对啊，大型的会特别会变粗一点，会很粗。对，然后再过去就是顶骨跟眉骨。哦，对啊，这头了。所以就是把现在他们躺的那个土台挖掉之后，底下就是那就是那个顶骨头顶。哦，对，然后它问题是你再到头顶前，它会有一个骨头先出来，那个眉骨是就是会先出来，然后它会下来。
下滑。对，然后那边就接了焊骨，上焊。对了，这个构造，肋骨也没有那么弯折啊，对不对？昨天出的那一根是这么弯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头，因为它很厚，它比一般肋骨厚太多了，而且它弯折的立面都很漂亮。对。那个就是专利吧，洪博，那里铺一个麻布袋。好，麻布袋。这边。来，这边嘛哈。好的，等我一下。先这样。好 ，OK。这也不像。沙眼。那是骨头。中国而且我们又不会跟狗进，这是骨头糊掉的。除了我自己养的，先滴起来吧。一般人有可能它的范围就到这里，近距离接触嘛，对呀。糊掉的骨头，把它护起来。我找那边借，这个应该有办法解今天出来。这块。这也是。这个烂骨可以。这没法救了。这个就是。这单独收吧，要小心。好，我先把这边。我想把这里的水把它补起来，太多水。我会把它出风，你就可以拿出来。哦，那个塑胶的借我，塑胶刷。谢了。我看今晚多买几把吧，那个塑胶刷。我觉得它力道，我再试看看。它还是有点太软，但是堪用。就是好工具。这个就是专门给这种烂骨头用的。竹刀。没了这边。烤肉刷那个太稀疏。猪毛那不行。它的假说跟碰到泥水那个就刷不动。这骨头，你要烂骨。先放在那边吧。金属盐搞掉，再处理那个。我把粘回去，你们到清的时候你们再判断。就那个隔一隔啊，这里的松土也要先清一下，这样。不行，这边很危险。我知道，我说这里的松土。我待会会清起来。对，因为你现在假如往那边进发，有东西掉下去碎掉了，你就找不到了。那我大概把这个范围清空好不好？对啊，小心哦。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清，不要让太多东西掉下来。有些骨头不撞一下。所以看这藤壶就知道它的埋藏环境是草间带，因为有藤壶化石。哇，这个位置看一下那藤壶，舒服还需要再OK，很大呢。有，所以这只金鱼很可能是搁浅，在潮间带，然后被潮气来回撞来撞去，所以它骨头就是破的。可能有一些了，有一些，我们昨天不是有挖到有一些断掉了。对啊，有可能就是这样被撞断。潮间带那个泥也比较黏的，那个手那些骨头也比较不会被冲走，所以容易被保存。轮廓先清出来，这个明天再继续掏空。对啊，立体轮廓先让它下。哎呀，你不是研究大头生物吗？这不是大头吗？超大头，对啊，水里不影响啊，那个浮力，对，它不会沉下去的。大头还沉下去的话，它那些已经被天折掉，不会活了。我是没有概念啊，那个4米多的头骨算大。惊人啦！以金鱼来说啦，尤其是须鲸，它们的头基本上快到身体的一半，全身的一半。从骨到筋4米多的头骨，你看看有吗？有啊，万龙啊，万龙没有啦，万龙头这样而已啊，真的哦。对啊。泰坦巨龙也没有这么大。没有，那个是脖子长身体大而已，也是这样子而已。那么小。对。小，我觉得小它真的是3天先不要清它，这里顶多卡罗铲平就好。都拔了。先确认它，对，先做一个基本确认。对，可以，这里应该是可以往里面确认，因为这里清成峭壁的话也不好铲。没事，就是我觉得可以往这里
错也没关系，因为这里应该也不好踩，人家也不会特别往。对，我们直接把工具放到骨头上。那你要把上坡还是再接个记录一下。好，我现在，先不要，我现在可以接。对，就是这边先。那我接，这边先消吧。挖了应该看这里。我今天要挖的任务做好了。颧骨嘛，那对啊，头壳、脑壳应该是在这里附近。对啊，所以先确认一下，有看到脑壳，那这里先不要动。那你不动怎么看得到呢？没有，我意思是脑壳，理论上应该是从脑袋那一段，对，所以消退一下。只要确定是脑壳的话，对，那后面这里就先不要出，因为剩3天来不及。那你们3天是目标要去对左下颚，这个出来，下颚的话那个形状简单，不是出来了翻不下去，就是让左下颚出来，对，然后再想办法让它下去。让它下去。对。那今天就全部攻左下颚啊。对，所以现在先请他们攻左下颚。来，那有在挖了吗？有，我先画一个大图给他们，因为那边都还很高，然后我请他们就是沿路先往那里往下踩，到时候再慢慢亲过去这样。那我把这边确认到20个赛事，好不好？可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专业的搞大蓝鲸的话，对吧？好，这一区我就确认那边应该还有吧？有没有接到汉？接到还有。对，嗨，最好在那边被压烂。觉得怎么样？做这个挖土工作？蛮疗愈啊？蛮疗愈的，一直爆气的铲它。哦，小心啊，这个进入头骨的下面哦。抱歉。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先提取下颌骨。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提取一端插在下颌骨下方的肋骨。杰任，麻烦的哈，对不对？那个插到下面去。我本来就打算，他如果没有插的人进去，我们直接掏空挡住。哦，所以你是要往上拉嘛？这个没有，就直接往下蹦下来。哦，往下搬。如果他再来都没有卡东西的话，对，麻烦就是会卡东西。哎，所以往后摇，3、2、1。再讲。这幽默啦，拔得出来吗？来摇一下3、2、1，可以。我来惊嘞！可以。先插里面。首先，我们等下稍微松一点，就往你那个方向拉。好。好拉。出来了哦。没有动，没有。好。你们接着哦。好。没关系。放地上。要不要放地上？没有，直接让我捧着。好，对，当然就断了。有，你扶着就好了。我扶着，我真的扶好。没关系。你们没有默契。起来，你起来。你要不要直接拿去那边补？对，我要直接拿过去了，不要在这边。好，给他。好，等，你们真没默契。好，你们2个人分开。嘿。没关系。但是当然你先往后。你在放后面才备用嘞。我这边。好，接下来拿那个板子过来。我给你拿一个去。没有啊，我要拿去丢。现在觉得在清的这一块，嘿，是。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左上颚的石板，就是它的上颌骨那边。是。可是后来一直拉过去，发现它越来越粗，越来越粗，越来越长。那个已经不是上颌骨的特征了，它上颌骨是偏薄的。哦。再加上后来看到这里有一个断面，在后面疑似有类似关节窝的这种形状，它应该是下颚，而且是左下颚骨，因为这一块在下颚骨的后端这里凸起，这里是会穿到我们的颧骨。对。的内侧的位置，就是我们平常咬合的时候，嘴巴出力咬紧牙关的时候。你那边肌肉会提的地方，对，所以这里是靠外侧的，然后它的头端在这里，靠近它的远端在这边，近端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应该是左下颌骨的位置。然后在上面这里，一开始我们是挖到一个疑似弯曲，以为又是肋骨。因为毕竟肋骨就是类似这种形状，弯曲又扁扁。对。可是当时
在继续往内看的时候，就想说相对位置附近的，它很有可能是颧骨的位置。对，所谓的颧骨就是我们人脸前面这里的硬骨。对，那这个硬骨的话，它基本上内侧是有，就是刚刚讲拉着下颌骨的肌肉，就是咬合力的其中一个关键的肌肉之一。那这个颧骨特征是什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脸，我们颧骨的附近正前靠近前方的位置是个眼窝的地方，所以假设它不是肋骨而是颧骨的话，我们在前面应该挖到一个类似眼眶眼窝的位置。那也很幸运的，我们这里出到一个东西又是一个眼眶的。人头形状，所以这个8成是头骨没错。那它现在这一面是一个左侧的侧面，然后是由上往下这样斜拉下去的景，所以它的右边，它的右侧是在大概这个位置是下巴，对，它是一只手，然后斜侧这样压下去。它的下颌骨呢，原本是这样，它的结构形状的话，它是纵向这里是比较扁的，所以原本下颌骨长这个样子，在压的时候，刚刚讲外在这边跟着压下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形状之后，大概也到整个头骨，我们离头骨不远了。对，那眼睛我们刚刚是拿一颗石头来做比对，真实它的眼球差不多也是这么大，因为毕竟眼眶周围还有那些控制眼睛动的那些肌肉组织，所以真实的眼睛就像我们在复原的时候，眼眶这么大，它大概眼球在中间这样。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头骨的偏后段的位置，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部位就是我们的下巴这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国字脸那边会比较发达的哦，那个肌肉的连接的位置。那因为下颌骨唯一的一个关节面，它就是下颌骨头部唯一可动的位置，骨头可动的位置，就是所谓上颌和下颌的这个关节结构。那以哺乳动物的特征的话，它是在它的关节头。那颗圆圆的头是在下颌的位置，由下往上贴上去。是。那在爬行动物那些的话，它们的关节处反而在下颌骨是凹起来的。那这个也跟它们的发育还有骨骼的数量还有排列拼接的方式是有关系的。了解。不过至少以哺乳动物来说，我们知道看这些形态来看，这个8成应该是基于的下颚骨没错。哦，所以看起来它这个埋藏状态很有可能是整个完整的，顶多只有一些可能挤压变形而已。很大的是很多斜差而已，而且就像刚刚一开始有讨论到的，它这个东西为什么觉得是下颚骨？除了形状以外，一来是觉得合理，因为你一般假如死掉这样直放着好了，它通常比较直比较扁的地方应该会整个倒下来，顺着倒下来，不然它就会被压到变形。对，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状况，它是扁扁的，也没有什么变形的痕迹，所以基本上它应该这样躺下来的没错。那其实我们在昨天就已经有修到大概160这么长的长度了，只是就像在做事一样，我们这边一直修很干净的话，踩下去总是会怕受伤破坏到它这样。对，所以这里是先把土埋下来，而且我们也发现它边际这里甚至内侧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化石，其他的骨头，像绝缘那几个在盖铝箔纸的位置都是我们要保护的地方。那我们与其这样，不如就是先把这里的土全部削下来。堆土之后的东西，我们也比较敢踩在上面。对，继续往这里的边界先清修下来。估计应该明后天就可以把它挖出来。好。至于拿走就是一个大工程了。真的。好，属于头骨的下颌骨与一部分的上颌，在今日的发掘后更加明显了。特别是下颌骨，居然仍保存如此惊人的长度，真的不晓得下颌骨还会有多长。肩胛骨部分目前已经探出全部的范围，但是骨骼厚度在如此薄的情况之下，究竟要如何提取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不可思议。